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木木的中文播客。大家这周过得好吗？今天我想来聊一聊中国的钱，人民币。我们如果去其他国家旅游的话，在去之前都会换钱嘛，在机场或者是银行把自己国家的钱换成其他国家的钱。我每次拿到其他国家钱的时候，都会觉得特别的神奇。自己国家的钱看久了就会觉得，哦，你们就是可以用来买东西的钱。但如果拿到其他国家钱的话，就会很好奇上面画的人是谁，上面的建筑风景是什么，在哪里。如果去仔细了解的话，还能学习到那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，就会觉得特别有趣。但使用其他国家的钱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我记得很多年前去印度尼西亚旅行的时候，那边的钱特别的大，每次光是数后面的零就要数半天。所以每次付款前，我们都会把金额计算好，把钱准备好，攥在手里，等到我们了就一次性递出去。所以我想，如果没有在中国生活或者是旅游过的话，应该会对这些人民币比较陌生。所以今天就想来介绍一下这些人民币，以及这些纸币和硬币是怎么渐渐的在人们的生活中消失的。如果大家家里有中国的钱的话，也可以拿出来边听边看，这样应该会更加有意思。中国的纸币一共有6种，分别是100元、50元、20元、10元、5元，还有我现在没有的1元。我们从金额最大的100元开始看。其实不管是100元还是50元、20元，正面其实都是差不多的。每张纸币正面的右侧都有毛泽东的头像。毛泽东是建立现在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。旁边的话会有用数字和汉字写有的这张纸币的面值。大家能看到汉字后面有花的模样吗？这里是梅花，梅花在中国被认为是百花之首，首就是第一的意思。因为大部分的花都在春天开放嘛，但梅花能抵御严寒，在寒冷的冬天开放，所以梅花在中国文化里就象征着坚强和忍耐这种美好的品质。这里能看到有一串由数字和字母组成的号码，这个号码就是这张纸币的身份证号。每张纸币都是不同的，是独一无二的。然后这里看起来有一个空白的区域，但如果对着光看的话，就会发现这里其实还是有图案的。100元的话，这里还是毛泽东的头像。上面这里有用汉字写的中国人民银行，这是发行中国人民币的银行。这里是汉字，然后背面的右上角有用拼音、蒙古文、藏文、维吾尔文和壮文写的中国人民银行。中国有56个民族，汉族是其中最大的民族，中文也就是汉语是汉族使用的语言。那除此之外，就还有55个少数民族，这些就是那些少数民族使用的语言。100元纸币背后的图案是位于北京的人民大会堂。人民大会堂是中国举办各种重要的会议和活动的地方，比如其他国家的首相、总统、领导人访问中国的话，一般会在人民大会堂见面。
接下来是50元，50元的基本结构和100元也是差不多的。这里50元后面的花是菊花，菊花主要在秋天天气变冷之后开放，这个时候很多花都已经谢了嘛，但菊花却还可以开，所以和梅花一样，因为可以在寒冷中开放，所以就经常象征着坚强的品质。背面的图案是位于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。布达拉宫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古典宫殿之一。在1994年的时候，布达拉宫也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。我这张纸币这个建筑的颜色和其他建筑稍微有一些不同，这个是因为这张纸币是2019年发行的，然后在2019年之前发行的纸币这个部分也是和其他部分一样，都是绿色的。然后是20元汉字后的花是荷花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现实中的荷花？荷花是从湖里长出来的花，荷花的根在湖底的泥土里，然后慢慢的长出来。荷花长出水面之后还是一样的干净漂亮，没有被湖底的泥土弄脏，所以中文中有一句形容荷花的话叫做出淤泥而不染。淤泥是湖底那些特别脏的泥，然后染是被弄脏的意思。然后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即使从很脏的泥土里长出来，依然没有被弄脏。所以荷花在中国文化里一般代表着干净纯洁。对着光看的话，这里空白处是有一朵荷花的。20元背面的风景是位于广西桂林的漓江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：桂林山水甲天下。甲就是第一的意思，意思就是说桂林的山水是天下第一。仔细看的话，这里江上还有一条渔船，有一个渔夫在这个渔船上捕鱼，是不是很可爱？接下来是10元这里的花是月季，月季长得和玫瑰花特别像。月季的开花时间很长，听说照顾得好的话，一年能开好多次花。因为这样，所以月季在中国被称为花中皇后。对着光看的话，这里是有一朵月季花。背面的风景是长江三峡，长江是中国最长的河流，也是亚洲最长的河流，是世界第3长的河流。从这个画里也能看到，就是长江弯弯曲曲的流向很远的地方。三峡的峡是峡谷的意思。长江三峡是由瞿塘峡、巫峡、西陵峡组成的，经过重庆和湖北省。这里的风景是位于重庆瞿塘峡入口一个叫做夔门的地方。这个汉字是不是特别复杂？我其实也是今天第一次看到这个字。10元和20元背后的风景虽然都是山水，但是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然后桂林山水就是这种比较柔和安静的感觉，但10元长江三峡就是看起来很壮观，很有力量的感觉。接下来是5元这里的花是水仙花。水仙花一般在冬天或者是春天刚刚来临的时候开花。水仙花在中国象征着吉祥美好，所以过年的时候很多人会买一盆水仙花摆在家里，希望新的一年能够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。这里也是一朵水仙花。5元纸币背面是位于山东的泰山。中国有5座非常有名的山，被称为5岳，岳就是山的意思，泰山就是其中之一，并且泰山被称为5岳之首，首也是第一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泰山是这5座名山中最有名的山。然后这里有一块石头，上面刻着5岳独尊，独尊就是地位独一无二、地位很高的意思。
最后是一元，一元是6张纸币中最小的一张。一元汉字后的花是兰花，兰花一直在中国很受欢迎，有很多古代诗人、画家都很喜欢兰花。中国的古画中也有很多画兰花的画。背面风景是位于浙江杭州的西湖，浙江杭州在之前的视频中也有介绍，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。这里画的是西湖十景中的三潭映月，三潭就是指湖面上的3座小石塔。为什么叫三潭映月呢？是因为如果在这3座小石塔里点上灯，然后用纸把石塔的洞盖住，灯光从洞里照出来，倒映在水面上，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一个的小月亮。再加上天上真正的月亮在湖上的倒影，湖面上看起来就有好多个月亮，所以这个景色被称为三潭映月。这6张人民币就好像是一个中国的小小旅行攻略，在网上经常看到有人说自己去这些地方玩了，然后配文跟着人民币去旅行。硬币相比于纸币的设计就简单多了。硬币有3种，分别是1元，还有现在没有的5角和1角。1元的话是硬币里最大的，反面是一朵菊花。5角比1元稍微小一点，背面是荷花。以前的5角是金色的，现在也和1元1角一样变成了银色。然后1角是里面最小最轻的，背面是一朵兰花。其实这些钱是我为了拍这个视频特地找出来的。如果问我上一次见到这些钱是什么时候，我好像真的已经想不起来了。如果有来过中国旅游或者看过中国旅行 vlog 的话，应该会发现，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用到这些现金的地方。不管是餐厅还是路边的小店或者是路边摊，所有的付款只要有手机就行了。很多年前可能还会想，万一只能用现金付款怎么办？万一手机没电了怎么办？在包里放几张5块、10块、20块，以防万一，但根本没有拿出来的机会。然后这些钱最后也不知道去哪了。现在的话，相比于担心那些，感觉只会担心手机万一没电了怎么办吧。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，大概是在2015年到2018年这几年，支付宝和微信在中国迅速的普及，顾客只需要把自己的2维码展示给商家，或者扫商家的2维码就可以完成付款。对于顾客来说，不需要算钱，不需要准备零钱，就很方便嘛。对于店家来说，既省去了找钱的麻烦，又不用担心收到假币了，而且使用手机收款的成本也很低，只要用纸打印一张2维码摆在那里就可以了。所以手机付款就普及的特别快，没过几年，几乎所有商家都支持手机付款了。但是过于电子化、智能化也会带来一些麻烦，就比如在几年前，我有看到有一位老人拿着现金去奶茶店买奶茶，然后就被奶茶店的店员给拒绝了。那家店的店员说，他们店里没办法接受现金付款，只能手机付款。但其实这个行为是违法的，因为中国的法律规定，店家是不能拒收人民币现金的。所以对于可能不太会使用手机电子产品的老年人来说，手机付款反而是一种不方便吧。其实一般来说，支付方式应该是从现金慢慢到信用卡，然后再到手机支付。但中国好像没有信用卡作为主要支付手段的这段时间，大家的主要支付方式从现金就直接跳到了手机支付。从那之后，在中国使用钱包、卡包的人也很少了，在大街上偷钱包的小偷这个群体也跟着就一起消失了。
大家一起认识了中国的人民币，以及聊了中国社会的主要支付方式是如何从现金到手机支付的。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和你们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吗？其实去看每个国家的纸币上的画人物，真的特别的有意思。如果你们国家的纸币有什么特别有趣的点，或者背后有什么有趣的故事，又或者是和人民币有什么很大的不同的话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今天也很感谢大家收听木木的中文播客，下周我会带着更有意思的内容和大家再次见面。如果有想要的主题，也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。那么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，希望大家度过美好的一天，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